当地时间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大期间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王毅再次就中美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地区议题阐明中方立场。他强调，美方不能总是以两副面孔对话，应以尊重的态度开展对话，以慎之又慎的态度处理分歧。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符合两国人民利益，顺应国际社会期待。能否延续这一势头，取决于双方努力。美方不能总是以两副面孔对华，一边肆无忌惮围堵打压中国，一边若无其事同中国对话合作。美方既然多次表示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就要从根子上树立理性对话认知，以尊重的态度开展对话，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作，以慎之又慎的态度处理分歧。在多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同时呢，又在对他有利的方面寻求中国的合作。这种两面性呢，是表现的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突出。在拜登政府的最后时期，中方严正地指出他这个问题，也是期望美国不要再进一步的扩大他们的错误行径，也期望这一届政府能够和平的过渡，能够再开启一个相对更加建设性、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会见中，王毅还就台海、南海、乌克兰危机等议题重申了中方立场。他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对华经贸科技打压，国家安全不能泛政治化，小院高墙不能成为大院铁幕。在南海问题上，王毅强调，中方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并敦促美方不要总是在南海兴风作浪。关于乌克兰问题，王毅指出，中方立场坦坦荡荡，始终坚持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做出自己的努力。美方应当停止对中方的抹黑栽赃、滥施制裁。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稿，双方一致认为此次会晤是坦诚实质性的，认同中美两国需要找到长久和平共存之道。双方将继续开展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同意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适时举行新一轮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台湾问题是中美外长会见的首要议题。王毅强调，当前台海局势的最大危险是赖清德之流越来越猖獗的台独行径。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外界注意到，随着拜登政府即将下台，近期加大力度插手台海。据透露，美方拟向台湾提供近5.7亿美元安全援助的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一揽子计划。这笔巨资将用于培训、储备、反装甲、防空、无人机等项目。此外，台湾从美国购买的首架 F-16V 预计将于本月底出厂交付。22号，美国商务部还率领26家无人机相关厂商窜台，寻找可代工的零附件厂商纳入美方供应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声称，不排除未来美台开展武器联合生产的可能性。有分析认为，此举凸显美台双方各自的算计。美国想堵上军工生产力不足的窟窿，民进党当局则想借机填补军备上的短缺。但岛内很多民众已经看清这些所谓军事合作的本质，就是华盛顿政客为美国军火商谋求更多的订单，然后从台湾老百姓的口袋中骗走更多的钱。民进党当局若继续挟洋自重、以武拒统，只会进一步失去民心。与布林肯在纽约会见时，王毅还直接点名美国不要总是在南海兴风作浪。观察认为，这与美国近期搅局南海动作依然紧凑有关，不断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推波助澜。据菲律宾官员证实，美菲近日一致同意将一套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无限期部署在菲律宾北部，而且美方正在检验将该导弹系统用于区域性冲突的可能性。对此，中方多次表示严重关切，要求美菲尽早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挑动军事对抗，按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中导系统。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向布林肯当面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要求美方停止对中方的抹黑栽赃、滥施制裁。实际上，第79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中东危机、俄乌冲突等地区局势正持续发酵。王毅在出席联大会议以及多场双边会晤时，都曾就相关问题表明立场。
当地时间25号，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时，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王毅强调，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推动局势降温，不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如果仍有人指责中国，就是别有用心，向中国推卸责任，更是别有所图。此前一天，他还出席了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强调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任何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中国甩锅推责、攻击抹黑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会得逞的。南海局势持续升温，菲方近期在黄岩岛方向危险动作不断，接连出动舰机抵近挑衅。28号，解放军南部战区通报，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进行例行性演训活动。据南部战区消息，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进行侦察预警、海空巡逻等例行性演训活动，域外个别国家搅局南海，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组织进行这样的演训，目的就是警告个别域外国家不要妄想在黄岩岛进行挑衅，制造南海紧张局势，同时也是警告菲律宾，解放军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有坚定的决心和强大实力，无论是谁想侵犯黄岩岛，都将被解放军击败。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不断在南海滋事挑衅。本月14号，菲海警非法滞留中国仙滨礁西湖近5个月的9701号船，在经历多次补给失败后，最终撤离相关海域，返回巴拉望岛母港。但此后菲方并未就此罢休，扬言将另派海警船再闯仙滨礁。与此同时，菲律宾在仁爱礁、黄岩岛等多个方向小动作不断，中方均全程跟监予以应对。21号，菲方派遣侦察机意图非法侵闯黄岩岛，中方出动直9直升机进行拦截并驱逐，而菲方竟贼喊捉贼，妄称其渔业和水产资源局飞机在黄岩岛附近巡逻时遭中国海军直升机跟踪和靠近。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对菲方舰机拦阻驱离，有关操作专业克制。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继续坚定维护黄岩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事实上，菲方已不止一次在黄岩岛方向做出危险举动。8月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旨在检验战区部队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8号，菲律宾空军一架 NC-212型机不顾中方反复警告，执意非法闯入中国南海黄岩岛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南部战区迅速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进行识别查证、跟踪监视、警告驱离。值得一提的是，菲军方当时反咬一口称中方干扰其军机所谓巡逻活动，并指责中方处理动作危险。南部战区随即发表声明，公布真相，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歪曲炒作。有分析指，菲律宾炒作中国军机所谓危险接近，对中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演训活动进行近距离窥探监视的意图明显。此外，菲方出动的 NC-212实际上是一种小型运输机，上面除非军方人员外，还搭载有媒体记者，意在为继续炒作海上事态、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提供素材，暴露出菲方企图另辟舆论战线，进一步炒热南海热度、加剧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今天是北部战区航空兵某旅的天梯日，纪念授予夏北号机械师尖兵荣誉称号60周年。近日，深圳卫视记者随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来到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夏北号模范机务中队。1938年，夏北号出生于广东新会。1957年1月入伍，他奋斗一生，成为空军航空机务战线的一面旗帜。1964年9月29号，空军授予年轻的夏北号机械师尖兵荣誉称号，并在全空军推广夏北号检查法。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系列宣传活动走进夏北号模范机务中队。活动现场，该旅官兵与夏北号亲属、战友以及当地青少年学生一起重温老一辈机务官兵的光荣历史，感悟革命情怀，传承先辈精神。今天能来这里参观，我感到非常震撼，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见过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夏北号夫人许直宪，她在女儿陪同下，将鲜花摆放在夏北号雕像前。这回来的第3次了，各个官兵啊，就是这么努力，自己争取，保持这个老夏这个荣誉，保持这个部队这个荣誉，我是很高兴的。60年弹指一挥间，航空技术日新月异，新时代为什么还要学习夏北号？因为夏北号是我们航空机务先进思想、优良作风、过硬技术和科学方法的集体智慧和结晶。空军某部高级工程师李天辉介绍，60年来，夏北号精神在空军航空兵部队绵延不断、历久弥新，是机务系统的传家宝。面对时代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人民空军现代化建设增速提质，一批批新型战机装备部队，更需要提倡夏北号的价值理念。我们空军的广大机务官兵牢记使命责任，铆定建军100年的奋斗目标，铆定建设世界一流空军的强军实践，赓续夏北号3个负责精神的价值理念，加快空军航空机务系统向高质量发展、向新质战斗力转换，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打得赢。甘做天梯脱骄子，誓做战鹰守护神。戴子策已在机务战线上奋斗10多年，先后维护过多种机型，参与各类任务数10次。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懂得责任一词的分量。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夏北号的3负责精神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每名机务官兵的骨子里。作为新时代的夏北号传人，我一定会以精心维修、极端负责的态度，托举战鹰高飞远航。28号上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重庆召开中国第3届航天服技术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登月服征名活动，并首次公开中国登月服外观。在会议现场，技术人员穿着登月服出场，通过各种动作姿态向观众进行了登月服的外观展示。飘带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航天服外观设计的重要元素。这次登月服采用的飘带元素仍体现在上下肢部分，上肢的飞天飘带更加宽厚稳健，下肢则借鉴火箭升空伟艳的造型，上下呼应，产生一飞冲天的视觉效果。服装造型借鉴传统甲胄，显得硬朗刚毅。整体上既体现了对2代舱外服的一脉相承，更寄托了团队对载人登月的美好希冀。对于空间站的飞天舱外服来说呢，它是一个在近地空间使用的，它是一个漂浮的状态，所以我们选用的飘带是让它有一个漂浮飘逸的感觉。而登月服呢，它是要在月面进行行走和作业的，所以我们体现出它的一个刚毅的质感，和我们的服装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此次亮相的登月服在外观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修身。相较于空间站目前使用的舱外服，登月服看上去更像是一件铠甲。此外，登月服外观的整体性更加凸显，外部设备元器件呈现小型化、集成化，这也使得登月服更像是一件衣服。不同于近地轨道任务，月面出舱活动时，航天员将处于一个自然、严酷的月面环境，高真空、低重力、越沉及越壤。复杂的月表地形、高低温、强辐射等复杂的环境因素都会对工作和防护造成重大影响。考虑到在1/6重力下工作，为了降低人体的代谢负荷，必须进行减重设计，大幅减重。据了解，此次登月服征名活动征集内容及范围为登月服的名称含创意说明，所有热爱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自然人、法人及组织均可参与。征集活动将于2024年10月31号24点截止，随后将由包括工程、文学、媒体等领域专家的评审组对征集作品进行初步审核，遴选出不超过10个方案入围，最终综合专家评审意见，评选出一个命名方案，并根据名称创意说明评选出一定数量的优秀作者，最终正式对外发布登月服的名称。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杀出重围，成功当选为新总裁。外界预计石破茂最快将在下周2接替岸田文雄出任日本的新首相。今年67岁的石破茂从政30多年，经验丰富，尤其以防务和安全保障见长，
还鼓吹亚洲北约。其上任后，日本外交安保政策变化备受关注。国民を信じ、勇気と真心を持って真実を語り。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过2轮投票击败8名候选人，当选自民党总裁，任期到2027年9月结束。日本国会将于下周2举行临时会议。由于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多数席位，因此石破茂届时将当选日本新首相，接替岸田文雄。在外交安保方面，日本近年来不断推进军事松绑，追随美国在亚太地区搞阵营对抗，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石破茂提出与此类似的不少主张，其中就包括删除和平宪法第9条、改自卫队为国防军等。外界注意到，石破茂在总裁选举的政策集中就修改宪法这一该党基本方针写明，担任首相期间实现由国会提议修宪。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大臣的石破茂，因为爱好是拼建战斗机和军舰的塑料模型，也被称为国防极客。他在本次自民党竞选期间，还不断鼓吹构建所谓亚洲版北约，整合美日、美韩等同盟关系。石破茂27号在记者会上还称，这是对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的延伸。そうすると相対的に合衆国の力が低下していくという中において、いかにしてこの地域において集団安全保障の仕組みを作っていくか。日米安全保障条約があり、そして米韓安全保障条約があり、米非安全保障条約があり、ここにはそういうような同盟関係が多く存在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そういうものを有機的に結合するということを。不过，石破茂的这一构想并不被外界看好。亚洲版北约的形成有先天性的障碍，短期内很难改变。一方面是地缘整合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忽视了该地区中小国家日益增强的政策独立性。石破茂胜选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也备受外界关注。据报道，石破茂在担任防卫大臣期间，在安全问题上一直坚持威慑立场。但石破茂曾提出对亚洲和历史保持诚实态度的外交政策。在2020年受访时也强调中日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重要性。之前也曾公开反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呼吁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和更多外交。分析认为，石破茂是一位相对成熟务实的政治人物，与保守的民主主义者高市早苗不同。预计他在处理对华问题上会有一定的分寸，不会采取过度极端的做法。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石破茂在政治立场上可能对华强硬，但日本经济界对与中国的合作有着较强的需求。如果他认识到中日经济合作对日本的重要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还有待观察。他刚刚窜访了台湾，你像一个刚刚窜访台湾的这个政治人士，所以这个他的诚意有多少呢？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这个政治姿态而已。我们就是说目前可以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具体还得密切关注他接下来的进一步的行动如何。